中文版1:144创智强袭高达。那么这款产品呢，也是为了这个宣传高达创战者这边刚出了这个中文版嘛，所以说出了这样的一款宣传产品。其实看过一些先行博主的这个视频呢，大家应该知道啊，其实这款产品，连 EJ 都够不上啊，发售价格呢是这个49元啊，但是现在呢价格大跳水，我呢是以这个27.9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入手的。那么现在呢还在降价啊，所以说后面您可能买的这个价格可能比我还要便宜啊。那么好了，这个产品这个信息呢，我们先墨迹到这里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外包装，刚才也说过了，这次所有的这个文字部分呢是换成了这个中文，除了这边钢普拉的一个标志以及这边万代的一个标志啊。就连下面的这个注意事项啊，大家可以看到都换成了这个中文啊。当然啊，这款产品也像 EJ 一样是宣传这个不用胶水、不用工具，然后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分色的。好像是这次的包装这个底部以及这个侧面呢，就是这次实物的一个这个展示了。那么好了，外包装部分呢还算比较有意思吧，尤其这次峰会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看的啊。那么外包装部分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们下面直接把它打开，看看内部的板件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现在呈现在我面前呢，就是这次的创智强袭高达全部的一个板件了，一共只有这个6块板件啊，本身这个分件量呢是比较少的。然后这次的这个内部呢是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类似于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当然就没有什么细节了，全部都是这个支撑性的这样的一个骨架。然后这次的外甲的零件呢，其实也不是没有细节啊，可以简单看一下，其实还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细节刻线的啊。也不是说这个作为一个低端系列啊，就完全的给你舍弃了这个细节啊。当然这次也可以看到啊，这次的光剑是完全没有分色的，就是红色的这样的一根要想完成官图上那样的一个效果呢，就要去自己的进行一个涂装以及渗线了。然后这次的天线呢，是给你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板件，但是这次呢居然没有这个保护角啊，当然只是把这个尖端做了一个钝化。然后板件部分呢，我们先看到这里吧，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讲低端的一个产品啊，所以说没什么细节可看啊，所以说直接把它拼起来吧。我们最后看看成品到底表现如何。那么好的，经过差不多也就半个小时吧，这款创智强袭呢我就已经全部拼完了。整体的分件呢本身就没多少，所以说拼的呢也是非常快。然后整体的拼装流程以及手感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万代的东西它不可能说让你拼着很难受。然后呢肯定会有人会把它和这个深圳前两天举办的那场活动里面的高达教室给的那个创智强袭给搞混啊，它俩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怎么说，给大家对比一下吧。我虽然手头没有深圳那款啊，但是看过我动态的应该知道我去长春那个巡展了啊，所以说我手头呢有一个这个长春巡展当时送的这个元祖的一个高达教室的这样的一个高达，它跟这个深圳那边送的这个创智强袭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基本都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可以看到其实高达教室的东西比例是非常小的，几乎就是一个1:20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跟这次的这个创智强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创智强袭比它要大一些，而且这个创智强袭的分色呢是要更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在网上买这个高达教室的东西啊，一定注意这个别被骗了啊，别花很大价钱，然后最后买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我们在这边呢，关于造型，我们再拿出这个另外它正统的这个强袭高达，来进行一个对比啊。我手头没有这个创智强袭啊，因为我没有买过创战者 HG 的任何东西啊，所以说只能给大家拿这个它的本源，就是这个强袭高达来给大家对比一下了。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造型还是非常正的，而且这个比例呢也是正统的一个1:14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外观造型方面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是这个宣传用的东西嘛，所以说万代在造型方面不可能给你做崩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主体的一个细节吧，其实没什么细节啊，在这个板件部分其实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啊，因为它这个分色其实万代并没有给你做出太多啊，这次偷色还是比较多的，像这次肩膀这里的这个金色裆部这里蓝色，手背甲的白色，以及膝盖这里啊这一条应该是这个蓝色的，万代都是没有给你做出来啊。所以说你要想达成封面或者说官图那样的效果，那你还是要去自己进行一些这个涂装啊。当然有手艺的这个朋友可以自己去做一做啊，我就没这份手艺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可动吧。可动方面，首先头部呢就是一个单段的球冠啊，整体活动性不能说不灵活吧，但是肯定是比起那种正常的 HG 模型双段球冠要来的稍微差一些。然后手臂方面，首先360度旋转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内部呢是一个这个球冠，然后前后呢会有一些摆动的一个幅度啊。但是这次的这个球冠非常松啊，你就轻轻一拔，它就可以把它拔下来啊。然后大臂旋转啊，这次是没有的，整体呢这次是一条，它就是完全定死的。大臂旋转呢这次是完全没有这项可动的。然后手肘弯曲，单段式的关节，看着好像是双段式关节啊，但是其实只有下半部分啊是可动的，然后整体的可动幅度呢是超过90度的。然后手腕部分啊，这次也是没有可动的啊，它也是完全一条，小臂这一部分是内部完全一体成型下来的，所以说这次手型呢是完全也是不可动的。然后替换手型什么的就更别想了，它一体的根本没有什么替换手型。然后这个腰部，几乎也是没有可动啊，底下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球冠连接，然后上面呢也是完全这个靠零件堆叠啊，没有什么可动关节，所以说几乎靠着一个球冠来进行可动的话，其实可动幅度也不是那么好啊。然后这次的下半身啊，真的这次介绍非常快啊，这下就到下半身了。然后首先前裙甲呢是可以挑开的，也是原本是两边连着的，我把它中间剪开之后呢就变成独立可动的了。然后内部呢是一个球冠连接大腿，然后前踢呢这边前裙甲有一些干涉啊，所以说是刚刚到90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后踢呢依旧是后裙甲完全定死，所以说避让一些其实可能也就5度的可动。然后侧裙甲我们稍微避让一下，侧踢呢由于这边的这个剑柄呢是跟这个侧裙甲也是一体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干涉，所以说侧踢大概也就60度的一个样子啊。然后大腿旋转内部呢是一个球冠，所以说稍稍有一些幅度吧。然后膝盖弯曲啊也是超过90度的，也是看似是双段可动，这里呢其实没有关节啊，它这一条也是完全一体下来的，只有这一部分是有关节的，所以说也就将超过90度的这样的一个可动。然后这次脚踝甲也是完全定死的，它是一体下来的。然后这次脚踝啊也是一个球冠，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跟这个普通的模型就没什么区别了。整体这个可动幅度呢前后啊左右啊这个接地啊都是比较灵活的。后出体的可动呢，我们到这里就全部看完了，真的非常快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配件吧。配件方面，首先第一个，刚才板件的时候给大家看过了，就是一个这样纯色的一个光剑啊，纯红色的。想要达成就是贯通一种上面粉色下面白色呢，还是老规矩啊，就是得自己去涂装了。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把这个弓束步枪，这把枪造型还算可以啊，没什么偷焦，然后整体的这个细节呢还算做的还算可以吧，这个价位做的还算可以。然后搭载方式就是2个造型手就这么插拔一下就可以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刚才应该转到这个主体背后的时候，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背后呢是一个通用接口，所以说可以装载一些这个强袭的装备。所以说刚才说过了，我手头有这个空装强袭，所以说它这个背包呢这边接口它也是可以用的，我们直接把它插进去，严丝合缝啊，就是整体这个造型还算可以吧。如果你手头有其他的啊，包括这个HG 的任何的强袭装备，或者说这个 EJ 的那2套这个强袭的装备，或者说这个高达创战那边的这个带背包这个装备，你都是可以给它搭载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手头模型多的话，我觉得这一款的这个可玩性还是不错的。那么好了，最后呢再让这个创世强袭呢拿上自己所有的装备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全部讲完了。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吧，这款模型怎么说呢？如果它售价49的话，我觉得可以说是纯实了。但是如果现在20多的这个价格，说的怎么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答辩价。那我觉得买一个这个回来，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以的啊。虽然说处处阉割，处处偷色吧，但是20多买一个高达模型，有一个相对来讲还算可以的一个分色，买回来玩一玩，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当然，如果是新手的话，拿这个入坑，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甚至于说，如果你家里像刚才我说的，你家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像强袭啊，或者是这个 SEED 的这个装备，你拿它买回来，然后当一个这个装备架子，也是一个这个不错的一个玩法吧。那么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么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关注，记得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